红了，又红了，还是红的。又咋了？我瞅瞅，红。可能是土壤的问题。天地精华养好土，好土才能养万物。我是说我的脸又红又刺痛。唉，都一样，总是敏感泛红，还是底子的问题。试试这个。润百颜白纱布刺抛精华4.0，深层修护肌肤土壤，快速退红。这个帅气男子是谁呀？好土养万物，美字润百颜。这个就熟了，你看，我们把这个砍下来，大家尝一下。这个就熟了，你看，我们把这个砍下来，大家尝一下。这个已经熟透了，都黄了，这个黄了，你看吧。可以尝一下。好，来，兄弟们，来吃香蕉。哦，胜利的果实，胜利的果实啊！呀！来，亲爱的，我的老乡。哎呀，哇！怎么样？好吃。甜的，甜就是甜的，很甜很甜，我们这边有3个品种香蕉啊，这个是最好的，像糖果一样。你看，再尝一下。再来一个，好吃，再来一个哥。你看，这也可以吃，啥可以吃？哇，这掰到最后就剩这么点了。可以吃啊，你吃嘛。拉狗。腥是吗？哇，涩的吗？哇，你尝尝。啥的？啥味？你尝一口。你们觉得很神奇的口感，它好像把你口腔里的水分都给吸收掉了。是很神奇，越嚼越涩那种感觉，挺涩的。它就是那个香蕉皮的那个茎。你吃了吗？我吃了树。尝完口不？我跟一恒现在在吃香蕉树。刚说到吃香蕉树，有点涩，这个涩吗？这个口感就是你吃香蕉皮的那个口感。给我来一口了。给你搁一点。你看它会拉丝，藕断丝连的 feel。给你。OK。香蕉树。哇！怎么你弄这个这么难吃？要不我们运过去跟他们会合吧？好，看他们砍成啥样。可以。走吧，背吧，我们背着走。走了吗？不砍了？就差不多。哎，大家还要放啊？哥，你放了吗？放啊！放了啊？放了啊！我没感觉，有感觉吗？你没感觉？你放了吗？我后面有吗？我有，哎，哥，你放了没？放了。哥，何浩南他不说话了，何浩南沉默静音了。怎么回事了？真放了，这是。放了。哦，不错。他那边的话摇晃，我这有点摇晃不定，我给你弄个固定一下啊。好，我给你固定一下。来，那现在怎么样？可以，我可以。走吧。来，走，跟着我走，注意安全。哎，可以拿2株吗？拿2个。哦，对，我们手里带2个。可以，这也可以。抱一个就好了。运动。哇！健身。我们上来时候有走这么远吗？有啊。滴答。来的时候怎么没有感觉走那么多台阶呢？我也是，一下山还感觉有点越走越长了。对。你看，我们提前打完收工了。人多力量大。那我走慢一点啊。我来，我给你拿。没事，不用。走。还不错，我的徒弟们不错啊。必须的，哥。不对，他们往上面砍的话，他们运的路程比我们远呀。来，给我装。这2个都给我。我再来一个，给我来一个再。大哥，给我放上吧，来，给我，没问题。哇，还是很重的这玩意。
比我想象的要重很多。重不重？味道有90斤，有60斤，有没有？没有，没事，这不是香蕉，这是钱。轻得很，轻得很，一点都不重。还没我的情包重呢。真的假的？还没我的狗重呢。啊，那是真的。哦，哇！我的徒儿们，这边注意安全啊！哦，跟着我走，跟着我走，行不行？哎，哦，还要下去。还行吗？ OK， 这段时间没健的身，今天都健了。来了，叔，来，来，我的兄弟们，兄弟们来了，啊，不错，不错啊，这两个大大的，来一个。哦，不错，不错，棒，来，来，这有只大的，啊！最长的，你背的是最大的，最大的。啊，你是最大的。听见没，陆总？人家说，老师说我是背最大的，但是他是最帅的，怎么办？认了。不是，哥，我是才最大的吧？哦，这个也是最大的，是吧？这也是最大的。嘿，你没有我的大。拿，这才是最大的。哇，你看我们都用了多少啊？可以啊，咱有一车了，咱有一车了，可以哦，还有啊，还有还有，哦吼，下次干活我要找你们，必须的。我们直接装了1/3车了。还砍吗？不砍了，进去，不砍了。因为那个它是这样子的，砍这个香蕉是它是2个星期来一次，就用一个这个3轮车，这个的话又保持2个星期才能卖完。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砍多了，它卖不完就烂了。哦，一次就一车。所以还是对不能多弄。对，不能多弄，我们做什么时候就是适可而止吧。明白了。有多大胃吃多大饭啊！对头，我们等那个猪。好，哇，他们真的怎么在那休息了都？什么啊，这是？哎，来了，哎，那我们那一组来了，鼓励一下，来，小心，辛苦了，队好棒啊！哇！哎，李浩加油！快扶一下队友，快扶一下他。哎呦，对哦，没有直播吧？哎，看来他们组是真的需要保护啊。从哪走的？还有一个坡。加油！哇，辛苦了，师傅。辛苦了，师傅。大哥啊，辛苦了，大哥。这么多？哇，你这挺多的。我们砍老多了。哎，李浩还是很有爱的，还带了一个花下来。哇塞，小童喜欢这种花。我们这边已经砍1刀了，我告诉你们。谁不是一刀？谁不是一刀啊？啊，我不是。啊，就18刀。上面有8头。对，还有8个。没事，我们去拿下来就好了呀。这样玩个大的，谁输了把上面全部搬下来。来，单人战，好久没玩把大的了。玩把大吧，一起。几个人？输了的3个。四个3个绰绰有余了。这边配，拜。嘿。我爱运动，我爱爬山。我也爱爬山。生命在于运动，我们要燃烧自己。对，来吧，这到了，来，那一个拉嘛。再来点，不够。我们就把它搬下去吧，搬完吧。一趟就完事儿了吧？当完了。一趟完了。来，把大的给我。来，我还能再来一个啊！成，没问题。走，慢一点啊！你们老家的话，这样子没背嘛，对吧？我们老家用这个篓筐背煤，哦，但我没见过。我们老家用扁担的。
扁担战神何浩南。我们是背个那这样子背的话，我们习惯了。都是这么背的是吧？对。累不累？不累，不累。不累的话放心。累是真的，但能干也是真的。对。这一片地是多少户人家的？这个都是我们涉及到这个76户村集体的啊，76户这么多。对。那谁来管理啊？对。就我们现在是交给我们扎货了。好，扎巴叔。扎货属于积极性高嘛。这一车的话能卖多少钱？桑杰叔？这一车，你看这一坨，你算嘛，这个大的，是一般是可以买到80或者70，就直接一坨，不按斤算，按坨算，自己挑。它整个好卖耶。对，相当于是1周可以，2周可以拿1000多。2周可以拿1000多，1000多块钱。嗯，感觉76户分这么多有点少啊。是。你还是辛苦，他那个上下的成本，还有这个交通管制，上下的是吧？主要是万一卖不出去，还会有烂果的情况。就是这个意思。那咋办呀？我看这边农田也挺少的。这个的我们要咋办？就是今年我们靠我们这个青年们，给我们去打宣传，让全世界或者是全中国都知道我们这边提到就哪里有香蕉，木头田、德政村有香蕉。我们就以后的游客们就陆续会这边来，那我们就自然而然就把我们这个增速就提高了。销售去了。哦，对，这个的话要靠大家，也靠我们这个综艺，感谢。我有个疑问啊，叔，其实按道理来讲，你看就这片香蕉地应该也是这片树林呢，对吧？不，前面这是一个耕地。这算耕地？它怎么能变成耕地呢？它以前应该也是像这种茂密的树林呢。08年以前都是我们刀耕合种，后面我们国家是吧提倡这个保护森林嘛，就把这个保护起来了。所以老百姓我们这边边境政策特别多，就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感恩国家。小心啊，他们好像来了。你先放那儿吧，没事，你先放那儿吧，没事。那个坡高呢。哎呦我天，弟你这可以啊这个。哎呀，先下来吧，弟弟。哦，谢谢大哥。拿吧。是。哇，1车了，可以卖2周了。卖了怎么跟我们分割？晚饭就行，这必须要管。皮肤总泛红敏感，归根还是底子出了问题。润百颜白纱布4泡精华4.0，多维修护，深层 ECM， 退红更快，修护更深，养出强韧肌肤好状态。我们去在这儿吃饭。哦，我们就在这吃饭是吧？对，然后直接垫在底下，垫在底下，我们就直接用。哦，砍掉。来，兄弟们坐，兄弟们坐了。开饭了，兄弟们。我来给。别，我给你分。谁没筷子？有了。我一边夏天的时候一天可以喝7瓶矿泉水。7瓶。我一天7瓶。夏天的完了。夏天热，这是夏天啊。这个天气在这算热不？现在？今年不算热哦，你6、7、8、9哇。对，6、7、8月那太热，热得很，特别热，特别热。快吃说。来，没事。师傅，那一车香蕉有多少斤？差不多1000多斤吧。嗯，1000多斤。1000多斤啊！2周，每2周1000多斤。今天大家背香蕉累不累？累。哎呀，很累。就是这个的话，我们这边来说的话，也这个的话不算累。以前的话，我们当背夫的时候，对，我们当背夫的时候一起去爬雪山，
像家里面油盐、油盐，还有这个生活用品都是要靠背。纯走路呗。从这，现在你们进来那个像那个波密80K 对80K 方向，现在已经是硬化了。以前不是没硬化的，以前就是人行道和马行道，很窄的路是吧？对，很窄的路，就是只可以过马和人，人可以通，马可以走。哦，波密线得走好久吧？来回可能要一个星期，出去可能要1个星期，回来1个星期，对，差不多。1个星期，来回半个月。有些路也不好，窄得很，而且那个路有也是，也都很窄，全都是泥巴路。有这宽吗？有些路都只有这么窄。只有这么你这样背东西这样下去，这样看的时候，下面看的下面就悬崖，下面看陡呀，小也看的时候，哇，有些恐高症的话，哇，这非常恐高症受不了的，受不了。也不能不背，必须要背，因为这是生活必须要用的东西。这是生活，不背就是白走。什么叫唯一不通的一个公路？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走，以前是走出来的，背出来的。你们走路也是要翻那个雪山吗？对，可以翻52个，52K， 50个检查站，凌晨4点要翻，凌晨4点就翻4800山，对，不能死啊！不然的话白天面临的雪崩，白天会雪崩啊。必须是早上8点要翻过去，它因为不出太阳嘛，不出太阳的时候它就雪不会融化，对，雪比较稳定。不融化的时候直接翻掉，如果雪融化的时候翻的话，那就是要雪崩，要雪崩。妈耶！那你们翻雪山的时候会在雪上休息吗？还是就必须得要休息？对，爬着休息，爬着休息。爬雪山很累的。有一个48个走完了，我当时我也是累得不行，累得不行。后面我也很想放弃啊，我想在雪山里面休息。我一个那个同学，他现在在尼泊尔。他说：“兄弟，不要休息，坚持一下。”我又走个5米，我就不行，我感觉哎呀，我还是想休息。我说想休息，能不能休息？他说不行，你这样子血管全冻住了，到时候对，休息的话那就完掉，我也行不了了。坚持一直坚持，然后到那个休息站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火焰，他们已经到了，有个希望，但是那个一直到不了，但我已经精疲力尽了。然后还是坚持走，快到3个小时到了。主要你想一直走48个小时不睡觉，感觉腿都要肿了，就是腿都快废了。我就是啥也不干，我48个小时不睡我都不行了。到了后我一到烤火就烤火了，其实不应该这样啊，不行，一到就不能烤火，必须1个小时先休息，把血液去全它自然化掉啊，自然融化。我是直接要借火，鞋子里面那些进血了，全都是融化的时候，不是脚是冻了的嘛，后面就熟了啊，高温的时候，脚熟了，蒸发了，因为已经冻伤了。我这10个脚趾甲直接掉啊，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直接这样拔。那现在还有吗？现在长得难看点，直接没有脚趾甲了，那时候。那时候没脚趾甲了。那痛吗？没知觉，没知觉，已经冻了，它已经冻住了呀。然后第2天要走啊，走的时候，走个1公里，出来看的时候，袜子全红，然后鞋子里面就湿的。我以为是那个进水了，不是进水，是血。是个职业吗？这是一个？不，这是自然求生的本能，自然形成的，必须要去背。
墨脱以前就是高原的孤岛嘛，全国很多人都不知道墨脱有这么一个地方，那时候还是特别人口也较少，特别封闭的一个状态，好像你过的就是那种野人的那种生活。猪是种，但是很少，但是呢动物比较多，都是那动物来吃，吃了后，你如果是你种到这个有1000斤的苞谷的话，就你真的受到这个不良百姓。我们小时候最缺的就是盐巴嘛，家里面没有男人那些盐巴都吃不到。基本都靠的是就人背马驮的那种，比如说你需要生活物资啊，就翻越那个大象拉山去那里背东西。背负它算不上是一个职业，这是一种命。你能有记忆力的时候，比如说我要5岁了，或者是到7岁了，我都要心里有准备，我要翻山，跟父亲或者是跟哥哥一起，我要去翻山，要背东西，我能生存这样。那个时候，你成人的概念是不是你要等到18岁或者是20岁，不是这样才你是成人的。我们那个时候是你是第一次翻多香拉山，安安全全的回到家以后，你就是成人了。像你们这个年纪的人，基本上全都是背过来的。对，全都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全都是。你看，背负来了。你干嘛？啊，就是这，就是这样背。用我的头勒的，那背的是啥呀？山药嘛。山药嘛哈。就是野山药，他们挖的是1斤，现在吃的是1斤50块钱，干的是1斤60块钱。他们也是为了生机，是吧？为了增收，他们也在这个自己挖自己卖。100多斤啊！100多斤，100多斤。头没事，没疼吗？我们就要靠头啊。靠头，这个的话我们没力气，头上背的话拿力气的。这个是缓冲，你休息的时候缓冲，下面有个休息点的时候缓冲一下。最主要是靠这个了，靠头。额头啊？额头。那不会把头勒的就有印？要成型。哦，就像有点意思什么呢？你拿手机玩，你的小拇指就会凹下去。就是有个印记。这你不背了，这个印子会好吗？会。不会好。那其实那个整个墨脱，不管男女老少，其实在当时都要背着东西出去，来回走。对，我们也山上这样在背过来。对，我们这次来墨脱本来是冲着我们这个当地的农产品香蕉来的，但是没想到意外的也听到了很多这种震撼人心的故事吧。然后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视角和节目的镜头，能够把这些故事呈现给更多没听说过这个故事的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来了解我们墨脱的整体的过往，还有现在的变迁。我都想拉弟弟个就您送头的个。送头的你落的，我有送我去搞的你，我那个了用帮人嘛你，포켓 돌마다帮人嘛呢，포켓 돌帮你叫你落过去了，您怎么的个着？你这帮送头帮他丢边那这边那人不明，밤에这边那人不明。您送头送这个那用帮当么没么呢？您送头的送这个那帮你一里看不么？比较多人丢边么？你用帮比他们讲起木吧。我是应该是12岁、13岁开始当的背负。我那边的时候是通了马新道嘛，稍微要好一点。我爸爸那代应该是都是要背200斤以下，他这样跑。我可能反正是10岁开始就背了，10岁开始就背东西了。
12岁左右就一个人背50斤。10岁我爸爸一起的我背了100斤。陈列的这个，那包包之类的。我老婆我们两个就是背东西，我老婆我们两个比起来，她背了150斤哦，厉害！我老婆我们两个比起来，她厉害。我是扎西拉姆，第一次去的话，就我背了，11岁的时候背过，就30斤，重得很，那么一点点，哭了好几次就到家了，就是脚痛，脚也没有鞋子嘛，就是破了，鞋子破了，就是进去沙子，就是那个伤后了。就是那个痛得很，那就哭了。就是女孩子也背东西啊，没办法嘛，以前没有钱嘛，就30斤背了，那20多少给的不知道，真是高兴惨了呀，没钱嘛，看不见钱呀。你尝试皮牛你的绒棒的给你绒棒嘛的来你让每次送我噻。你这里用的么？你这个噻，这路进去没？你这个牛，这枪子比你挖什么牛你？挖啥bak当我路去路没呀？你用棒不这个你？你这里人，我们以前的话就山上去背包谷呀，肚子那么大，马上就生了，就背东西呀，没办法嘛，以前的话。Rada keci kini rumbang dang misna. Ni no bang dang me. Rumbang dang me keci kini ruwa. Chuli mo shun. Oya udele me asam potiga ono din. Brinka naloko rong jede ono do me keci kini ruwa. Ni ono brinka ni naloko din de. Oto ono osri kutola la chondire na. Kaya jangan ping puna ka jumpa ti jangan waktu merinta. Asal lu kudik dokang jangan puna ka jumpa me ping garang ngome ka tang usu nguntu pe wa me jangan ke dum be pati jangan giwa me git nok ti rong kan ga pe lok pati jangan. Syukit pula go mati ucu di sakaya waktu ni ulang ucu ni no ali ko to le ngot pala ma ta nung man sakpan uti ni pia waktu watan ni rumbang ni datang ni diga dilebe ai do mi ti tek tu na disme waktu tu na dilisting ai do mi ta na dilisme tek bigumpang lila doktik pa polang docu de bigumpang boleh mo doktik pa boleh malas ni ono runchu la do dali manung mangi ono le ngun manung mangi ni ono ba chu le ngun manung istan 我印象里面就是他们常年不在家，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跟陌生人没什么区别，那他们卸个东西他们就走了。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像是跟现在的留守儿童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都对你没有印象什么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也不是故意丢下你们的什么什么的，也会说，然后就蛮能理解，就是为生活所 奔波的那种苦嘛，你这个不知道怎么生。哎呀。 不留的话，你家里为怎么养得起嘛？必须要养家里啊！我遇到过好多次，我遇到过好多次那个刮风下雪，路上塌方，
水重启，那些人太多，死了好多人的。大雪里面危险的很的。那4、5月份的那个雪崩，那个是跟石头是一样的，它给你那个人盖了以后吧，它是永远都出不来的，它直接给你压死了，所有的生命都会带走的。2004年嘛，5年埋了7个尸体，7个尸体以后，当时家长过来以后准备挖尸体嘛，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到底埋在哪个地方都说不清楚嘛。只有12年的6、7月份雪化了以后，才能尸体可以捡回来。麻烦多吗？这里麻烦全都有。Pati itu kirang lum ni cuma pati nong dam jang luma pati biwa gang perangam cum ni. Ini berana no ga tomuduk ni edang. Adula lokalong ruding pini juga sun gelejak ni juga sung pa bapang buni juga pini dupin dini. Ning song kiri song tam nam jurang chilu ba ning song kong song dum no dua je tongkol la oma duding oma dom na tongkol na ka ni sama kiri to galak ni unu dukagi unu bagaimana dukagi rim to dukagi rim to dilena dukagi buni pini chuding pini unu ni sing ram sing so ram na ka du tam ni buni ni utu dukagi kamu talim ona ri ona jukpa ona pini tal kusulimen ni ni song tam ja rigi phang buni Waktu gawa sama pun nak kasihan cuma itu semua. Ni kami lah inci tu orang mua. Ni oma borang nak rulam pad ni bang ni. Jas orang tek bang. Ni ono. Ono.你在骆驼生存，你生下来都要准备当背负的，这是一种命。有些回不来了，有些人回来了后又要病几天就没了。以前的人啊，就这样子慢慢没了。啥时候通的车呢？2013年。13年的10月。那就13年之前你们一直都靠走？对，靠走路。13年啊。修的时候，然后到我们各县的老百姓全部都去修。以前修10公尺，今天修完了，明天开始修的话就又垮掉了。它一段一段一段，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段一段修嘛。灯都没有啊，里面。
相自治区莫托公路正式通车。墨脱边境的村里发展的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努力，各方面就是中央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好的政策。党和人民给我们这个支持，我们这个墨脱才建立出来。现在就是，基本上你看嘛，都那个中了公路，跟着共产党走能致富。是那个时候，你想象不到。我以后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还能通车，你印象当中都没有，你都没想象过这么一个事情。有一次我父亲没去之前，我西让村，他去西让村，我用那个摩托车带着他走嘛，他一路上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他说这个是真的吗？他说西让村还能通这个公路吗？还能走摩托车吗？他说这个是真的吗？告诉这是不是真的？我感觉好像做梦一样的。我们父母一代，以前他们车子没有看过，死亡了。爷爷啊、奶奶他们全部没有走过那个公路嘛，没有看过车子，是无条件了嘛，是吧？后来通了车，高兴得很。物资全部车子来运过来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解放了。Cô ta đang mà không chịu cô ta chỉ giúp lắm mình ha. Ngam đi là xinh lắm, em bốn miệng ngam thôi xinh là đủ thiên ta ngam thôi xinh là biết tu là xinh là. Ông ta yalu là đang bị mà kêu yalu. Cô ta đang ăn nhung xinh dung mà. Cô ta ra cái làm nhung đi chơi mấy món gì. Cô mà làm mua ông là phát cho anh đi ông chuyện. Ông trời xí xí biết là này vậy thế. 因为我从小是在平原长大的孩子，其实不知道修一条路会有这么的难，很难体会到一条公路到底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代人或者对一个村庄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次去到了墨脱，跟当地的背夫们聊了很多过去的故事，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国泰民安，也懂得了现在安稳的生活到底有多珍贵。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心底也油然而生了一种使命感吧。我们希望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当地的乡村农业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ECM 深层修护敏感拜拜，本节目由 ECM 科技护肤华西生物润百颜独家冠名播出。618上淘宝直播抢50亿预售红包，本节目由淘宝直播赞助播出。种地吃面都酸爽，本节目由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纯悦特约播出，喝纯悦 pH 9.0真碱性苏打水，餐后超解腻。三森万物，每一个自己都值得被呵护。本节目由三森万物品牌特约播出。上爱奇艺搜索种地吧4，观看追更日历，精彩响不停。豪赌养万物，美姿润百颜。本节目由 ECM 科技护肤华西生物润百颜独家冠名播出。进城开会，老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时刻请天，欢迎，你好，先生，欢迎，先生好。我们呢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典型的一些经验做法，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错了，我过2天回来。咱们这个辣椒作为咱们这边的主要一个农作物，前2年当时100块钱一斤，为啥这么贵呢？就是因为稀少。我们这个叫白肉枇杷，进行了这个茶果套种的。哦，这里是茶，这是茶叶，茶果套种。这是我们邦新乡金钗石斛基地，这里大概有45万丛。利用土地了，空间利用率啊，然后不余粮征地，林下经济，这个好呀。来开会了。Yes sir, somebody people。你看看我们。
满载而归。这个是已经差点要绝种的兰花，这是青冈菌辣椒酱，这甘蔗是真甜，真甜，就是他家种的。我给大家投一下，今天我拍了几张。哎，这个，这个啊，啥意思？好可爱呀！我是西藏墨脱县人，底东村的高荣，今年55岁，当村支部书记28年。这个是我们底东村的水电站，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机组，全靠人力驮着背着到了这里的。它这个重量就没法估量，它是吨一级的重量。当时我能柴的我就柴了，不能柴的就驮着背着拉着到了这里的。村里面能走的能背的都去了，但是这个机组运过来是不容易的，路很窄，机器很大，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能运到底东村来修这个电站。当时这个东西都是背也没法背嘛，它就是为什么坑坑洼洼的，这些都是拖拽的时候就形成这样的。你看嘛，这些都是拖拽。这个有一次那个路窄的地方，差一点到了崖江边上才捡起来的，它滚下去了，就一个树枝把它挡住了，不然的话又没了。这个东西就这么弄过来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水电站。我们村是第一个能用上了这个电的这个概念，没有它，村民没法看电视，连照明的都没有，照明的都没有。当天把这个电修好，准备发电送电的时候，弄酒、篝火晚会什么都准备好了的。然后这个电一发送出去，全村电亮的时候，村民是说实话，比你过一个年还很热闹的时候，感觉你就进入了现代化的时代了嘛，它就意义就很不一样了。就我是最早接触过那些东西嘛，然后就村里面的有什么修柴油机的就打米，修柴油机的，安装电视的，修那个汽油发电机的，都是我去整个村庄。然后德贡村他们买了一个那个电视接收器嘛，他们请我去安装，我就从这里过崖江，就是坐6艘过崖江，沿着这个山体往上爬了以后到了那个山顶以后放下去，就给他们安装。特别是那上面蚂蟥特别多，密密麻麻的蚂蟥，你只能走。我就抓了一点盐吧，盐就这样都擦一下，这够了。那个时候路都没这么宽，有这么宽就好了，你随便弄个轮子都可以过来了。有时候就这么宽的路就这样子过来。我就旁边加了一根木笼啊，把那个东西又滑到这里以后，把那个木棍子又往前冲啊，就变成这样子冲过来的。这个是我们底东村的村级幼儿园，当时是07年修的。这个钢筋水泥所有的器材都是村民背进来做的。就是我小时候没有条件上学，吃亏也吃亏在这里没有文化上面，所以我就现在。就这个教育方面，就是做一些事情，包括这些滑梯那些，就是向小学那边去要回来，然后背进来给他们玩的。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公路，大件不好背，主要是那个大件，差不多背了2天嘛。今年我又请示给县教育局重新都维修了一下，净水器啊什么都装好了的。以后我们村的小孩中午饭就在这边吃，现在通车了，现在很快就运到底东村了。以前背2、3天的，现在1个小时就不到就到这里了呀。猴子，这是狗叫。猴子。这里有什么时候是这个路况会很危险的？
说了吧，7、8月，6、7、8、9月。如果下雨的话，刚刚我们那个地方会下雪吗？咱们没喝。就是刚刚我们过来那个。会。刚刚大雨。7、8月份。哦，已经开始这么热了。对，我现在我感觉我要把衣服换一下。我已经脱了，刚才。杜鹃花。我说怎么越来越热了？和10个晴天一起，这个拿起手机要开始拍花这个动作。每周4、中午12点，会员抢先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不愧是我们3字头开的。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享真奇硬化 Max 高。是不是现在我们在往热带走了？参与种地吧4二创大赛，用脑洞书写更多土地的故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现在是森林了，新浪注意，上新浪新闻客户搜超级剧综。其实我一直很向往去热带雨林，不知道什么情况。外教课堂轻松听懂，真热带了，真热带了，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种地吧4，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百度搜索种地吧4，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中华万能力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下载 Soul APP， 遇见懂你的有趣灵魂，一起做大做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我就说好像是雅鲁藏布江，好像有什么歌新闻上流是吗？因为我小时候听过。有啥歌？你刚刚哼的这首歌吗？不是，Soul APP 一点免费，立立成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